眼前呢個係英雄聯盟世界賽嘅比賽現場。每年世界賽都會吸引到過百萬人欣賞呢個為期1個月嘅電競比賽。就算你冇玩過英雄聯盟呢款遊戲，相信都有聽過職業選手 Faker 同 SKT T1 嘅名。無論係廣告、綜藝節目，甚至香港都見到佢嘅身影。英雄聯盟呢款5v5嘅 MOBA 類遊戲，究竟有咩魔力，令到佢可以打敗 GTA 5、Warcraft 等一眾強敵，成為全球營收排名第1嘅遊戲呢？而英雄聯盟嘅開發商 Riot Games 拳頭遊戲，又係點樣由得幾個人嘅公司，變成坐擁3000名員工嘅跨國企業呢？今集就等我同大家回顧一下英雄聯盟呢15年嚟嘅發展啦。英雄聯盟嘅起源可以追溯到一款由玩家喺魔獸爭霸3自製嘅模組 Dota。Dota 嘅忠實玩家 Brandon Beck 同 Mark Merrill 就睇唔過眼遊戲長期都唔更新，決定創作一款更完善、更易上手，而且持續更新嘅 MOBA 遊戲。兩個人喺2006年創立 Riot Games 拳頭遊戲，並且喺2009年正式發布英雄聯盟呢款遊戲。Brandon 同 Mark 原本嘅目標只係希望儲到2萬個玩家，但係截至2011年，全球活躍玩家人數已經突破1000萬人。之後每年更加係幾何級咁增長。但係點解英雄聯盟咁受歡迎？2個字：免費。同時期其實仲有另一間知名遊戲開發商 S2 Games 推出咗一款 MOBA 遊戲 Heroes of Newerth 嘅測試版，畫面仲要靚過英雄聯盟多聲。但當佢哋宣布正式版售價$30之後，超過一半嘅玩家都走晒去玩免費嘅英雄聯盟。英雄聯盟就係咁樣集合晒 Dota、Heroes of Newerth 同埋信長嘅玩家，再加上免費遊戲可以俾玩家冇成本下試玩，成功吸引到唔少未玩過 MOBA 類遊戲嘅人入坑。另一個最吸引到玩家嘅因素，就係拳頭會由玩家嘅角度出發去製作遊戲。喺遊戲開發初期，團隊已經決定冇得課金買能力，從而希望玩家可以喺最公平嘅情況下進行遊戲。而開發團隊仲會經常喺論壇上邊同玩家互動，目的就係了解玩家嘅需要，同時一齊創作新嘅內容。而喺玩家數量進一步增長下，拳頭為咗令遊戲變得更具競爭性，就開始推出積分模式。玩家們都想衝上更高嘅分數去證明自己嘅實力。以前嘅排位就冇而家分得咁細，只係根據玩家嘅醫腦去分成銅、銀、金、白金、鑽石5種。當時就有傳聞話 P5 嘅醫腦係最低，所以就有 P5 保位呢個說法，令到 P5 經常都被逼打support。即使係咁，玩家都會盡力打好每一場，因為大家都對每一分非常之着緊。另一方面，拳頭亦都開始推動英雄聯盟成為全球頂尖嘅電子競技項目。Season 1錦標賽就係佢哋首次舉辦嘅電競比賽。由於呢次比賽只係實驗性質，決賽只係瑞典 DreamHack 上面嘅其中一個活動，而冠軍獎金亦都只係得$5萬。但呢個比賽就吸引到超過40萬人喺線上收睇，亦都因為咁樣，拳頭發現世界對電競其實係有住濃厚嘅興趣，只係之前冇人發大佢嚟搞，所以佢哋就將遊戲喺唔同地區上架，好似台灣、中國、韓國等等，並且參考傳統運動嘅模式，喺每個地區創立自己嘅聯賽同埋比賽，目的係希望吸引玩家好似睇英超咁每星期收睇，並且喺每個地區選出隊伍參與喺美國洛杉磯舉辦嘅 Season 2全球總決賽。2012年10月，拳頭喺美國洛杉磯舉行佢哋有史以嚟最大規模嘅比賽，獎金池更加高達$200萬，成為當時電競史上獎金最高嘅比賽。呢次比賽，拳頭可以話係盡地一鋪，將所有資源 all in 晒去今次嘅比賽上面，可以話係食粥食飯就睇呢鋪。但偏偏意外就係呢個時候發生。2012年10月6日，
經過咗頭2日嘅比賽，加上媒體大肆報導之後，成功吸引到唔少人喺線上線下收睇今次嘅世界賽。而呢日嘅比賽會由中國嘅 WE 同歐洲嘅 CLGEU 爭奪最後一個4強嘅出線名額。但就喺咁重要嘅比賽之下，去到第2局喺 WE 形勢大好嘅情況下，就出現咗以下呢一幕。所有選手嘅電腦都同時斷線，甚至連直播都冇埋。拳頭喺冇辦法嘅情況下宣布重新比賽。WE 唔知係咪泄咗道氣，第2局俾 CLGEU 追成1-1。而去到最後1局，差唔多要分出勝負之際，唔知係咪個天要玩佢哋啦？斷線問題再次出現。雖然所有選手甚至觀眾都非常不滿，但係除咗重新比賽之外，都冇咩可以做啦。不過重新比賽之後，斷線問題又再次發生。拳頭知道咁樣落去都唔係辦法，因為呢場 BO3 已經打咗超過7個鐘，所以佢哋決定腰斬活動，擇日重賽。同時佢哋亦都知道呢個決定可以徹底改變拳頭遊戲嘅未來。但俗語都有話：你做人公關做得唔好，食屎㗎啦！ CEO 之一嘅 Brandon 再一次喺玩家嘅角度出發，解決今次嘅事件。拳頭成功轉危為機，在場嘅觀眾冇責怪佢哋之餘，甚至仲一齊大叫 Riot 支持佢哋。另一方面，拳頭都開始意識到伺服器同網絡基礎設施嘅重要性，開始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技術升級，增強伺服器嘅穩定性同可靠性。2012年10月14號 Season 2世界賽決賽成功喺可以容納過萬人嘅蓋倫中心舉行。台灣戰隊 TPA 用咗8日時間，由冇人睇好到最終以黑馬姿態成為世界冠軍。呢段咁熱血嘅故事吸引到超過110萬人喺線上收睇呢場決賽。當年全場大嗌 TPA 嘅畫面，而家睇返都相當令人感動。Season 2世界賽嘅成功，令到拳頭喺發展英雄聯盟電競賽事上面打咗一支強心針。佢哋首先統一咗各個地區嘅聯賽體系 ，LCS、LCK、LMS、LPL 等等嘅賽區都相繼成立。除此之外，佢哋亦都將賽事轉播變得專業化。除咗有專業嘅主播、賽評之外，並且加入賽事分析、賽後訪問以及具娛樂性嘅環節。目的係想將英雄聯盟打造成傳統體育項目一樣。英雄聯盟嘅賽事喺拳頭投資咗大量資源之後，成功吸引到唔少嚟自世界各地嘅人收睇賽事。受惠嘅除咗拳頭之外，最大得益者仲有戰隊同埋選手。Doublelift、Dyrus、Alex H 等等都係呢個時期最紅嘅明星選手。喺龐大嘅粉絲群下，戰隊開始販售周邊商品。選手亦都會出席唔同場合嘅活動，令到戰隊嘅收益唔再局限於遊戲入邊。唔少投資者亦都睇到英雄聯盟爆紅所帶嚟嘅商機，紛紛加入英雄聯盟嘅電競市場，揾選手代言產品、贊助戰隊，甚至成立自己嘅戰隊。而直播平台 Twitch 同 YouTube 嘅興起，亦都成為咗英雄聯盟爆紅嘅原因之一。唔少實況主好似 CFHD、統神、綠炭等等，都憑住獨特嘅實況風格，吸引到唔少觀眾收睇佢哋嘅直播。仲有唔少團隊開始會利用英雄聯盟作為題材去拍攝影片，例如玩 game、Top 5等等。官方亦會喺 YouTube 上面發佈唔同嘅影片去推廣英雄聯盟。隨住曝光率日漸增加，遊戲嘅知名度亦都迅速提升。Season 3嘅世界賽更加移師到 NBA 球隊湖人嘅主場進行。吸取咗上年嘅經驗之後，今年嘅世界賽就進行得順利得多，並且加入咗更大型嘅舞台表演，目的係想打破大眾對打機嘅刻板印象，希望大家會視電競為一款運動。
2013年亦都成為咗英雄聯盟最具代表性嘅選手 Faker 崛起嘅一年。Faker 憑住出色嘅表現，帶領 SKT T1 奪得 Season 3世界賽冠軍，唔少人都自此成為佢同 T1 嘅 fans。今次世界賽就創出咗超過3200萬總觀看人數嘅紀錄，決賽期間同時在線觀眾人數仲達到800萬以上。由於市場對於電競產業嘅反應非常熱烈，除咗聯賽體系之外，拳頭仲開始針對特別嘅玩法進行遊戲平衡。可能有啲玩家未必知道，早期嘅英雄聯盟出裝嘅自由度非常之高，例如 AP 翼大師、AP 蔡恩、龜心跳淺流等等。當時你永遠唔會知道對手會出啲乜嘢招數去對付你，但喺拳頭進行多次遊戲改動之後，遊戲玩法就開始要跟住拳頭定下嘅方向走，英雄玩法開始變得單一。但佢哋咁樣做係為咗避免遊戲體驗失衡，同時希望減少比賽嘅不確定性。隨住英雄聯盟電競比賽嘅發展日漸成熟，玩家人數亦都有住明顯嘅上升趨勢。但係玩家群日漸增加嘅時候，拳頭又需要解決另一個問題 ：Toxic Player。Toxic Player 係指喺遊戲中表現出負面行為嘅玩家，例如故意送頭、言語辱罵、掛機等等。除咗破壞其他玩家嘅遊戲體驗之外，更加有機會令到部分玩家玩到心灰意冷而退出遊戲。拳頭為咗改善呢一種風氣，曾經推出過審判系統，由玩家審判其他被檢舉嘅玩家行為，有罪定冇罪，一切都由玩家去決定。成效係點？官方就話超過90%嘅玩家有改善佢哋嘅行為，但感覺上惡意破壞遊戲體驗嘅玩家仍然好多。前職業玩家 Voyboy 喺2020年曾經拍片指責拳頭對於惡劣玩家嘅監管不力，所以問題有冇改善，大家都心中有數啦。雖然拳頭喺改善社群風氣嘅行動失敗咗，但喺電競發展上邊就取得史無前例嘅成功。世界賽一年比一年盛大，由美國到南韓、德國、中國，可以話係走勻全世界。每年仲會揾知名歌手或者樂隊創作世界賽嘅主題曲，真係將世界賽搞到世界盃一樣。雖然每年都係打緊同一款遊戲，但世界賽最引人入勝嘅係唔同選手精彩同熱血嘅鏡頭，例如 S6 外卡戰隊 ANX 擊敗韓國 Wolves Tiger 殺入8強，被稱為史上最精彩嘅 BO5 SKT 同 Wolves Tiger 嘅5局大戰。S7 Samsung Galaxy 將 SKT 王朝擊倒等等。隨住電競產業嘅規模越嚟越大，職業電競選手嘅薪金亦都水漲船高。根據 ESPN 2017年嘅調查顯示，北美賽區嘅選手平均年薪就達到105000美金。有傳媒更加指出，部分 LPL 明星選手年薪已經達到過千萬人民幣嘅水平。相比起13年世界冠軍 TPA 嘅人工，簡直係兩個世界。但去到2018年，隨住大屠殺類型遊戲迅速爆紅，加上唔少新一代主播開始直播更具娛樂性嘅 PUBG、Fortnite 等等嘅遊戲，令到英雄聯盟首次迎嚟玩家人數嘅下跌。根據直播平台 Twitch 發布嘅數據顯示，Fortnite 遊戲直播嘅總觀看時長達到13.5億，大幅拋離同期嘅英雄聯盟。單單喺2018年，英雄聯盟就流失咗超過2500萬個玩家。拳頭喺競爭激烈嘅遊戲市場入面，終於開始意識到當中嘅危機感，並且採取咗相應嘅措施去吸引玩家。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當年要辛苦幾個月先儲夠錢買嘅符文呢？一套符文就要儲幾個月，打唔同位仲要用唔同嘅符文。為咗令新玩家有更好嘅遊戲體驗，拳頭最後決定重做符文系統，將所有符文變成免費，亦都咁樣成功幫到英雄聯盟起死回生。同時，拳頭為咗吸引更多人投資到英雄聯盟嘅電競產業上面，北美 LCS 同中國 LPL 喺2018年開始參考傳統體育嘅模式，實行特許經營制。戰隊同選手都可以得到聯賽唔同程度嘅補助之外，聯賽更加唔會再有升降班制度。但戰隊就要俾大約1000萬美金去購買席位，咁樣可以避免戰隊降班而令投資者血本無歸。
唔好以為1000萬美金好貴啊！喺2019年 ，EchoForce 就成功以3000萬美金賣出席位。呢個聯賽席位真係可以話係有價有市㗎。與此同時，拳頭清楚知道每款遊戲都有佢終結嘅一日，單單做一款遊戲並唔足夠，所以佢哋開始推出以英雄聯盟為基礎嘅遊戲，例如需要鬥智鬥力、講求策略嘅聯盟戰棋，將英雄聯盟精簡後嘅手機遊戲激鬥峽谷、卡牌遊戲《符文大地傳說》等等。除咗遊戲本身之外，拳頭仲以遊戲角色組成唔同風格同背景故事嘅音樂團體，包括重金屬樂隊 Pentakill、K-pop 女團 KDA， 仲有 Hip Hop 組合 True Damage。團體出嘅歌往往都大受歡迎，成功將遊戲角色同流行音樂結合。以2018年 KDA 單曲 Popstar 為例，截至目前為止 ，MV 喺 YouTube 嘅點擊數已經超過6億。呢啲虛擬樂團唔單止喺音樂界上取得成功，亦都進一步擴展咗英雄聯盟嘅文化影響力，令遊戲嘅人氣提升到一個新嘅高度。而拳頭2021年推出嘅 Netflix 影集《奧術》更加獲得外界一致好評。好多人都話拳頭係一間被遊戲耽誤咗嘅音樂同動畫公司。隨住拳頭進一步拓展唔同領域，玩家人數喺之後幾年間都有逐步回升嘅趨勢。隨住市場變遷，英雄聯盟逐漸面對手機市場嘅競爭壓力。尤其喺疫情過後，手機遊戲憑住佢嘅便利性，成功吸引到唔少新玩家。我哋回望翻英雄聯盟，新玩家嘅數量已經今非昔比。根據2023年尾嘅統計顯示，現時大部分玩家年齡都係介乎21至24歲。對於電競世界入面25歲已經係老將嚟講，英雄聯盟嘅玩家年齡已經明顯老化。遊戲喺缺乏新玩家嘅同時，由於電競戰隊嘅盈利好大程度上係取決於比賽成績，唔少贊助商都唔再願意冒險投資到電競產業上面。大量老牌戰隊都因為經營困難而宣布解散，例如 TSM、AHQ、EG 等等。再加上唔少戰隊都抱怨拳頭冇提供足夠嘅支援，令到佢哋入不敷支。甚至上年北美 LCS 更加出現戰隊大罷工，迫使拳頭審視現時戰隊經營困難嘅情況。雖然近年世界賽嘅觀看人數屢創新高，但實際上唔少人都係因為過去嘅回憶先返嚟睇比賽。好似2022年嘅重點就係想睇努力咗10年嘅 Death 最後一舞拎唔拎到世界冠軍，而2023年嘅重點就當然係想睇 Faker 相隔7年重奪世界冠軍啦。不過我哋其實唔難發現，只要有 Faker 同 T1 嘅比賽，都絕對係收視嘅保證。雖然數據上活躍玩家人數有成1.5億咁多，但唔少觀眾其實都只係睇比賽而好少再打英雄聯盟，又或者只係得閒同朋友打下 ARAM 同 NG。拳頭似乎都明白英雄聯盟已經成為咗唔少人嘅回憶。2024年就將 Faker 納入名人堂，並且推出售價高達450美金嘅 Faker 主題造型，俾唔少網民認為拳頭試圖消費 Faker 嘅經濟價值去賺錢。近年嚟，似乎大家對拳頭嘅評價都係覺得佢哋只係識賺錢，而漠視玩家同戰隊嘅權益。前 BYG 老闆 Dinta 就提到，拳頭未有支持戰隊營運係佢解散戰隊嘅最大因素。就算係 T1 咁出名嘅戰隊，喺上年仍然錄得超過120億韓元嘅虧損。如果拳頭希望可以繼續穩固英雄聯盟喺電競市場嘅地位嘅話，改革似乎係佢哋唯一嘅出路。喺今年，拳頭就推行咗全球收益池制度，將頭像、造型賺嘅錢分俾戰隊。似乎佢哋都開始明白，戰隊先係維持遊戲熱度嘅關鍵因素。拳頭喺今年1月同10月先後2次大規模裁員，當中仲包括設計卡桑蒂、史茅德同史嘉納嘅設計師拉馬。對玩家嚟講，咁樣可能係好事，因為唔使再見到咁唔平衡嘅英雄。但對於拳頭嚟講，呢個可能係公司出現資金問題嘅表現。與此同時，沙特阿拉伯為咗實現國家經濟多元化，減少對石油嘅依賴，2030願景入邊就提到，每年會喺當地舉辦電競世界盃，並且斥資5億美金興建電競城。今年首次舉行嘅電競世界盃，
就邀請咗多支知名電競隊參與，總獎金池仲高達6000萬美元。喺大量投資者撤出英雄聯盟電競項目嘅現況下，電競世界盃會唔會係拳頭重振雄風嘅機會呢？如果拳頭繼續安於現狀，只係依賴 Faker 去保持遊戲熱度嘅話，假以時日 Faker 真係退役嘅話，英雄聯盟好可能從此一蹶不振。今集條片就去到呢度啦，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呢個 channel 啦。如果仲有咩 topic 想我講嘅話，都可以喺下邊留言話我知㗎，我會盡量覆晒大家全部留言㗎啦。我係沙毛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